一击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小混混星仔一心想要加入斧头帮出人头地，奈何他却是个不怎么会欺负人的人，在如何当好坏人这条路上，他注定走不远。鳄鱼帮的老大带着几个小弟将警察局闹得天翻地覆，就为了接走因为随地吐口水被带到警局的大嫂。一行人大摇大摆走出警局，却发现本该热闹的大街上此刻空无一人。感到气氛不对的老大准备返回警局，但为时已晚，警局的大门和窗户接连关上，街面霎时间被围得水泄不通。一群黑帽黑衣手持斧头的人来势汹汹，他们就是恶名远扬的斧头帮。斧头帮的老大琛哥是个不折不扣的法外狂徒，性格阴晴不定，为人奸猾诡诈。他接过二当家递来的斧头，不顾鳄鱼帮老大求饶，砍死了他，嘴上说着不杀女人，却又拿过枪解决了大嫂。做完这一切，还朝着警局大喊让他们出来洗地，可见斧头帮的势力之大，是连警局都无法撼动一星半点的。没错，这是一个社会动荡、黑帮横行的年代。最令人闻风丧胆的莫过于斧头帮，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所持大大小小的产业更是涵盖了人们的衣食住行，帮派上下富得流油。因此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唯独一些黑帮也没兴趣的社区，因为贫困才能享有暂时的安宁。猪笼城寨就是这样一个社区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寨子里小到穿衣吃饭，大到拔牙接生，样样不缺。而这栋老旧居民楼的主人就是包租婆夫妇。包租公整日游手好闲，到处占小便宜，动辄就被老婆暴打。虽然表面上是个妻管严，但实则是一位太极拳高手。包租婆泼辣爱财，日常就是叼着香烟，穿着睡衣在院里催租，租客们避之不及，人人畏惧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同样是个武林高手，绝技为狮吼功。夫妻二人在儿子死于比武擂台后，便一同隐居于市井。这天，猪笼城寨来了一胖一瘦两个不速之客，胖子叫肥仔聪，胸前纹着2把斧头；瘦子叫星仔，穿着邋里邋遢。按照星仔的说法，肥仔聪是他的老大，两人是斧头帮的成员。二人先是给在门口踢球的小孩来了个下马威，紧接着来到酱爆的理发店，让他给肥仔聪理了个头发，接着又搬出斧头帮的名号找茬，让他赔医药费。酱爆是个耿直的，面对勒索连表情都没什么变化。很快，周围听到动静的居民们围拢上来，肥仔聪正靠着椅子呼呼大睡，星仔只能孤身迎敌。他表示打架可以单要1对1，然后挑中了人群中一个抱着葱的大婶，结果被大婶一拳打到吐血。为了找回场子，又先后挑中了2米多高的矮子、弱不禁风的肌肉大爷和手无缚鸡之力的肌肉小孩。这寨子卧虎藏龙，没一个正常人。星仔只能单方面决定取消决斗，转头就对上了包租婆，被包租婆拿着拖鞋追出2里的。星仔见此情形，准备摇人，他从兜里掏出一个鞭炮，点燃后扔出了院子，还放出狠话让包租婆等着。没成想还真误打误撞的摇来了人。斧头帮的二当家正带着小弟来到猪笼城寨，准备将这寨子收入势力范围。星仔的炮仗就不偏不倚砸在了门外的二当家头上。星仔连忙上前说都是自己人，然后指了指包租婆一行人和二当家说了些什么。天空阴云密布，包租婆看到迎面走来的男人胸前纹着的2把斧头时，一溜烟跑回了家。二当家对上了不畏强权的酱爆，拿出斧头准备给他点颜色看看时，被一手看不清公式的招数击飞后脊椎断裂，掉在了木桶里。小弟们马上放出信号叫人，院子里再次挤满了斧头帮的人。他们将寨子里的居民一一制服，然后将汽油浇在一对母子身上，威胁众人在3秒钟内交出打了二当家的人。眼看打火机就要落在那对母子身上，一个绰号苦力强的男人接住了打火机，并承认是自己动的手。包租婆，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？有人站出来承认，琛哥便一声令下，小弟们蜂拥而上围住了苦力强。没成想苦力强是个练家子，闪转腾挪以一敌百，愣是没人能进得了他的身。一个被踹进裁缝铺的小弟看到了躲在墙角的裁缝佬，他举起斧头就要砍下，下一秒却冲破玻璃飞了出来。原来裁缝佬也是个隐藏高手，他将挂衣服的铁环套在手臂，冲出门外加入了混战。爆发力十足的他人挡是人，佛挡杀佛。斧头帮众见肉搏敌不过，便打开后备箱掏出了热武器。一旁的面点师傅见状也不再躲藏，抄起旁边的竹棍飞身而上，将斧头帮众手中的枪械一一挑飞。一根棍子舞得虎虎生风，所过之处一片哀嚎。片刻后飞沙散去，斧头帮的帮众们躺了一地，踢到铁板的他们仓皇离开，还不忘带走始作俑者星仔和肥仔聪。从来都只有斧头帮欺负人，还没人敢欺负斧头帮。这次的行动损失惨重，老大琛哥勃然大怒，将怒气发泄到了星仔和肥仔聪身上。两人被锁在栏杆上，一把斧头迎面而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星仔用一根铁丝打开锁躲了过去。师爷见状，便给了他一个救肥仔聪的机会。两人最终靠这个小偷技能活了下来。琛哥啧称奇，星仔忙说自己一直都很想加入斧头帮，希望能给两人一个机会。
琛哥闻言便让他们先去杀个人，这次他居然没有背后下手，因为觉得这两人迟早能用上。为了正式加入斧头帮出人头地，星仔和肥仔聪在街头物色自己的首杀目标。他之所以如此迫切地想要做个坏人，还得从小时候说起。一个乞丐叫住了还是个孩子的星仔，说他根骨齐家是个练武奇才，然后还将一本《如来神掌》立即以10块的高价卖给了星仔，让他学好武功拯救世界。星仔为了拯救世界，放弃了上学的梦想，照着书本上的一招一式认真练习。直到某天，他看到一群孩子正在欺负一个哑女，于是便仗义出手相助，结果却被打得鼻青脸肿。那本武功秘籍原来也只是2分钱一本的假书。至此之后，为了不被欺负，星仔就决心做一个坏人。思绪飘回，一个卖冰淇淋的女孩经过，两人一人要了一个冰淇淋，然后没有给钱就跑上了电车。女孩追着电车跑了几步，气喘吁吁地停下。星仔在车上得意地吃着冰淇淋，吃东西不付钱，大概是他做过最坏的事了。星仔和肥仔聪来到猪笼站，决定拿包租婆开刀，最后却以星仔神插3刀还被毒蛇咬告终。但星仔有个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能力，那就是每次受伤后都能奇迹般快速复原，但他自己又不记得是如何恢复的，惹到了臭名昭著的斧头帮。包租婆决定抽签，决定苦力强、裁缝佬和面点师傅的去留，结果抽到了一支下签，这可不是好兆头。3人不得不离开这个生活许久的地方。原来他们就是12路弹筒、洪家铁线拳和5郎八卦棍的传人。与此同时，琛哥为了报仇雪恨，雇佣了杀手排行榜第1的街头艺人组合。2个艺人十分谦虚，说排行第1的本该是火云邪神，要不是他练功走火入魔被关进精神病院，第1也轮不到他们俩。准备离开的苦力强和其中一个街头艺人狭路相逢，瞬息之间就身首异处。接着裁缝佬和面点师傅也接二连三落败。就在即将被街头艺人赶尽杀绝的时候，包租婆的狮吼功替他们挡下了最后一击。街头艺人正欲找出挡下攻击的人时，包租公轻飘飘地出现在2人中间，一招以柔克刚的太极拳打得2人毫无还手之力。包租婆也加入了战局，她的狮吼功震碎了街头艺人的衣服和琛哥的车窗玻璃，街头艺人终于落败。沙包一样大的拳头见过没有你？不要逼我出手啊你！我发起疯来连自己都怕的。事业见2个高手惨败，命令司机赶紧开车。包租婆和包租公不知何时已经坐进了车里，在包租婆的一番武力威胁下，琛哥的汗水浸湿了衣服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看懂他的意思，连连点头表示明白，随后带着人落荒而逃。在苦力强和裁缝佬的葬礼上，包租公和包租婆想让大家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他们知道斧头帮的人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面点师傅留下一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，谁也避不开，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这时候星仔和肥仔聪正被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人按在电车上暴揍，2人逃下车，星仔还不忘逞口舌之快，转头他就看到了推着冰淇淋车的哑女。星仔能欺负的恐怕也就只有哑女了，他气急败坏地上前要哑女交出钱，还拿出小刀恐吓她。哑女拿出一个装着棒棒糖的盒子，星仔这才认出她就是小时候救下的那个女孩。羞愤不已的他甩开哑女递过来的棒棒糖，快步离开，志气般赶走跟在身后的肥仔聪，然后失魂落魄地坐在街头。琛哥命人找到星仔，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，那就是独身一人闯入守卫森严的精神病院，带出被关在地下室那个最危险的病人火云邪神。星仔不负众望带出了火云邪神，和想象中大相径庭的是，火云邪神是个穿着背心踩着人字拖的地中海老头。琛哥一行人反复试探，才确认没有救错人。包租公和包租婆为了给面点师傅几人报仇，带着一口钟来到琛哥的赌场。火云邪神很快就察觉到了2人的存在，今天这场大战在所难免。火云邪神不愧为杀手排行榜第1名，出手狠辣，2人联手都难以招架，直到最后包租婆使出一招狮吼功大喇叭加成，才勉强挽回一点局势。2人费尽9牛2虎之力才压制住了火云邪神，3人纠缠在一起都动弹不得。琛哥命令星仔拿着木棒，趁包租婆和包租公不能动，要了他们的命。星仔犹豫再三，最后将木棍敲在火云邪神的头上。暴怒的火云邪神挣脱了控制，顾不上包租公和包租婆，盯着星仔一拳一拳将他的头打到了地下。包租婆和包租公则趁机扛起星仔跑路。琛哥质问火云邪神为什么放走了3人，结果一句话葬送了自己的命。2人将星仔带到一座寺庙，看着被打得面目全非的星仔，问他还有什么遗愿。星仔说不出话，只是在地上画了个棒棒糖。与此同时，哑女也在拼着那枚碎掉的棒棒糖。包租公和包租婆为了救星仔，将他包成了一个残友。在祖传神药和星仔本身体质的加成下，全身骨折、经脉尽断的他，竟然真的起死回生，破茧成蝶。被彻底打通任督二脉的星仔，从一个无名无姓的小混混变成了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。火云邪神也继任成为新的斧头帮帮主。他带着一群小弟来到猪笼站，看到星仔还活着，小弟们蜂拥而上要杀死这个叛徒。
不出意外，全都被星仔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。接下来就是高手之间真正的对决了，两人打得你来我往，围观之人看得眼花缭乱。火云邪神使出了昆仑派的蛤蟆功，像只成了精的大蛤蟆，将星仔撞出了108000里。不过这下没有白被撞，星仔在空中借一只老鹰的力量，使出了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，那就是失传已久的如来神掌，终于彻底打败了火云邪神。之后的日子，星仔放下高手的身份，回归平淡生活。他和肥仔葱开了一家糖果店，哑女推着自己的冰淇淋车路过店门，星仔探出头看到了他，两人遥遥对望，相视而笑。时间仿佛回到了小时候，他牵起哑女的手跑进了店里。